李渊准备起兵之时，突厥的大军却突然包围了晋阳城，这让李渊意识到，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突厥问题，他是没办法起兵南征的。那么，李渊是如何稳住突厥并正式起兵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李渊与突厥博弈，及李建成和李世民带兵。李渊准备起兵之时，隋炀帝留下监视他的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，便以诱骗李渊前往晋祠祈雨为由，准备暗杀李渊。结果，他们的阴谋被刘世龙识破，并告知了李渊。李渊便以他们暗通突厥为由，将其逮捕。然而，突厥的骑兵像是配合他一样，真的前来围攻晋阳了。617年5月17，突厥的数万大军兵临晋阳，李渊大为惊慌，因为他刚刚招募的新兵完全不是突厥人的对手。于是他决定给突厥人唱一出空城计。他让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在城内暗中布防，然后将所有城门打开，并将城上的旌旗撤下。突厥人不知虚实，所以不敢贸然进城。城内的人都以为突厥兵是王威和高君雅招来的，所以群情激愤。李渊便趁机将二人斩首，以平息众怒。接着，他让部将王康达率领1000余人前往北门迎战，结果主将王康达战死，士卒逃回者只有数百人，城内军民人心惶惶。当天夜里，李渊让大军悄悄出城，第二天凌晨在大张旗鼓的进城，做出大批援军到达的假象。突厥人疑惑不解，逗留了2天后，在城外大肆劫掠一番，便扬长而去了。尽管突厥人撤兵了，但是李渊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不能稳住突厥，他率军离开晋阳后，突厥必将联合刘武周再次进犯晋阳，到时候南北夹击之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刘文静便给李渊献计，建议他暂时向突厥妥协，以此来结交突厥。于是李渊便给史毕可汗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言辞极为悲屈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准备大举义兵，安定天下，迎回隋炀帝杨广，恢复与突厥和亲，就像开皇年间那样。如果你和我一同南下，希望你不要欺扰百姓；如果你只想和亲，那你可以坐收财物，至于哪种方案，请你自己选择。”史毕可汗看后，对他的属下说：“隋炀帝的为人，我很清楚，如果让他回来，必定会加害李渊，并且向我进攻。于是他回信说，如果李渊能够自称天子，我必将不畏酷暑，出兵支援。”李渊收到回信后，将领们非常高兴，纷纷请求李渊称帝，但李渊不肯接受。裴寂和刘文静劝他说：“我们可以不要突厥的援军，但不能失去他们的战马，如果拖延下去，恐怕他们会反悔啊。”但李渊不肯过早地与隋朝决裂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，同时他还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，因此坚决不肯称帝。最后他采用了裴寂等人的建议，尊隋炀帝为太上皇，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佑为皇帝，以安定隋王室为名，传习各郡县。同时他既不用突厥的白色旗，也不用隋朝的红色旗，而是采用红白掺杂的颜色作为旗帜。接着他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，周边的郡县纷纷前来归附，只有西河郡不肯归附。于是李渊便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前去征讨。由于士兵都是新进招募的，没有作战经验，李建成和李世民便与士兵们同吃同睡。他们规定，道路两旁的瓜果蔬菜如果没有买就不准吃，可还是有士兵偷吃。李建成和李世民得知后，立刻找来物主赔偿，同时也没有责备偷窃者，导致士兵和百姓都心悦诚服。大军到达西河城下时，西河郡的郡城高德如必城据守，于是两军开始激战。6月初5，西河城被顺利攻破，高德如被俘，并将其斩杀，其余的官员则既往不咎。他们积极地抚慰官民，让其各负其业，然后率军返回了晋阳，往返只用了9天，便拿下了西河郡。李渊高兴地说道：“如果以此用兵，横行天下也未尝不可呀。”于是他立即做出了入关的计划。首先，他设置大将军府，自任大将军，统领全军，任命裴寂为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。接着，所有招募的士兵都通称为义士，分为左三军和右三军。
其中长子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，率领左三军；次子李世民被封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，率领右三军；女婿柴绍则被任命为右领军府长史。四子李元吉被任命为太原郡守，留守晋阳，全权负责后方的事宜。7月初5，李渊率领3万大军，打着志在遵随的旗号从晋阳出发，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，沿着汾河古道南下河东。7月初8，大军到达西河郡，在这里，他慰劳官吏和百姓，赈济贫民，并给豪强俊杰授予官职，仅1天之内就任命了1000余名官员。7月14，大军到达贾湖堡，并在这里驻军。贾湖堡位于今天山西省灵石县西南，距离霍邑只有50余里。此时，代王阳佑已经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2万精兵到达了霍邑，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则率领数万大军驻扎在河东郡，以抵御李渊入关。正在这时，大雨连绵数日不绝，导致李渊的大军无法前行，他只能派遣沈叔安等人率领老弱病兵返回太原，让他们再运1个月的粮草前来。7月17，刘文静到达突厥，并拜见了始毕可汗。他与可汗约定，如果突厥派兵支援，大军到达长安后，土地和百姓归属李渊，金玉绫罗则全归突厥。始毕可汗大喜，立即派遣康孝立押送1000匹战马前来和李渊交易，并答应出兵支援李渊，至于支援的人数由李渊自己决定。李渊恭敬地接待了康孝立，并赠送给他大量的财物，但是关于战马，他只肯购买500匹。将领们非常不解，以为李渊的钱不够，纷纷拿出自己的钱，请求李渊买下其余的战马。可李渊却说，胡人的马多，但他们贪财，如果我们这次全都买下，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，到时候恐怕我们就买不起了。我之所以少买，是想向他们表明，我们并不是急需他们的战马。再者说，我怎么能让你们花钱购买战马呢？接着，他让刘文静再次前往突厥，催促突厥出兵。他私下对刘文静说，胡骑进入中原是黎民百姓的大害。我之所以要突厥人发兵，是担心刘武周勾结突厥，成为边境的祸患，所以让他们出兵数百就足够了，太多了没有用处。接着，他给李密写信，准备招抚李密。李密则给李渊回信说，我和你虽然价值派系不同，但同是理性，根系是相同的。我自认为势单力薄，但被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，希望我们互相扶持，同心协力，完成在咸阳抓住秦子婴，在牧野灭掉商心这样的大业。接着，他让李渊亲自率领数千人前往河内郡，2人当面缔结盟约。李渊看后笑着说道，李密妄自尊大，不是书信就能招来的，我们准备进兵关中，如果现在与他断绝来往，便是树了一个敌人，不如用阿谀奉承之语吹捧他，使其心智骄横，让他替我挡住成高之道，牵制东都之兵，我就可以专心的西征了。于是他让温大雅回信说，天下众生必须要有管理他们的人，现在治民之人不是你，又能是谁呢？我已经过了知命之年，没有这个心愿了，所以我很高兴拥戴你，希望你能早些应验图谶，以安定万民，然后你还是将我封在堂弟，这样的殊荣就已经足够了。李密收到回信后，将信件交给属下观看，并高兴地说道，唐公肯推举我，天下很容易就能平定了。从此之后，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。那么李密此时的境况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